贱人！本王让你陪葬！我没有杀王妃，求王爷相信我。你还敢狡辩？你的侍女小绿已经招认，是你急恨我张姐抢了王爷，所以趁着张姐临产在即，要让她一尸两命。你说，只要她死了，你就能当王妃。罗锦书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贱人！我张姐待你这么好，你杀了她不说，还要把她毁容。不可能的！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为张姐报仇！簪子插进了他的手臂，血液顿时就染了衣衫，又瞬间被雨水冲散。你就这么下贱了？好，本王如你所愿。沈任，把他拖出去，让王府最低贱粗鄙的奴才好好招呼他。一名粗横的侍卫踏雨而至，粗暴的手抓住他的肩膀，宽松衣衫退下，他吓得连滚带爬的扑到云静风的面前来，哭着说：“王爷，小绿撒谎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呀！”云静风眼底的恨意烧起来，仿佛是要把他灼成灰烬。沈任，愣着做什么？外头早已围满了府中的下人，每一个人对他都是咬牙切齿的恨。哎呀，简直就是猪狗不如！王妃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能够下得了手啊？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一条贱人名下的蛆虫，不思王府受用之恩，还反过来杀害恩人。他想当王妃想疯了呀！平日里装的楚楚可怜，王妃就是被他蒙骗了。这贱货死1万次都不足惜。听着这些恨意入骨的话，骆景书哭喊着辩解：“我真的没有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不会害王妃的。”还敢反抗！忽的，他用尽全力撑起了头来，拔下了手臂上冷霜霜刺进去的簪子，狠狠地送进了自己的胸口。我没有杀王妃，为什么不信我？闪电划破黑沉沉的天际，裂出一道光芒，雷声随即大作，轰隆隆地敲震着人间。死了，真晦气！但以为死就可以逃过去了啊！马夫全身一僵，鲜血喷涌而出，痛，仿佛被凌迟一般的痛。他，天战医局总司骆景书，研发了天战医局的蓝血医药系统。怎么可能？蓝血盾是天战局的公护战盾，战盾里装载了蓝血脉冲战时护身系统和他亲自研发的医药系统。蓝血盾竟真的可以碎穿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但眼下先顾不得那些，心头含冤的憋屈折磨着他，不管是前世今生，他都背负着洗刷不清的冤屈。罗锦书怎能这么狠毒啊？张姐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他要这样害我张姐？继续用针呐！愣着做什么？唉，王爷，只怕是无用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若有话，请王爷尽快说，只怕王妃是撑不久了。出去，全部给本王滚出去！姐夫，姐夫，我与你留在这里，与张姐话别。沈任，沈任当即命侍女上前来，把冷霜霜带出去。闪电狰狞，雷声轰动，雨声吵杂之间，石阶上有一道影子踏雨而来，
我能救他。毒妇，本王现在就杀了你！骆锦书手指抚过手腕上的蓝血盾，云劲风顿觉到心脏一痛，当即就昏倒在地。暴雨沉沉，夜色漆黑似墨。他启动战时护身系统的逃遁功能，蓝血盾凝聚了2道力量注入他的后背，防若形成2道翅膀，御风雨快速掠行。你们这群废物，这么大的人离开也没发现。沈任，点齐府兵随本王去，便把这京城翻遍了。本王也要找到王妃。王爷，需要报备一下吗？通知衙门巡防营，让他们一同搜查。若发现骆锦书的身影，马上抓获，送至本王面前。那是否对衙门和巡防营严明罪行？直说。此事惊动了京中各处衙门，但寻至次日天亮，也一无所获。继续搜，不管是谁的府邸，都给本王搜，搜到为止。会不会离开了也只是在附近呢？他怎么可能会带着王妃的遗体走太远呢？她也不过是16、17的弱女子。王爷，您看这是否王妃随身携带的玉佩？在哪里寻到？围墙，与萧王府相邻的围墙。去，敲开萧王府的门。但是围墙高丈2，他不可能翻得过去啊。他翻不过去，但若有人帮呢？不可能，萧王府会派人来助他的，殿下绝对不会。哼，他不会。云景风冷笑一声，打断了兰宁侯的话。他曾如何针对本王，岳父不记得了吗？沈任，去拍门。开门，开门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人命关天，此乃天大的事，他萧王府理当配合。开门！本王奉旨搜查犯人，所有府邸均不得关闭大门，拒绝搜查，否则一律视为凶手同犯。嗖嗖的几声，是箭矢迅速划破空气的声音。这笔账，本王记下了。爷，蜀王退了。爷，需要去一趟武恒居吗？他都来1天1夜了，今晚蜀王闹到门口，想必是猜出他躲在这里。不必。声音丝毫没有起伏，沉静若水。他既然能进来，自然也能离开。我们不过与人方便，并无什么损失。如今外头人人都说他杀害了蜀王妃，这事闹得太大了，属下就是怕会惹出什么麻烦，扰了您的安宁。萧王浅笑，但笑意有些冷。他有什么理由去杀害蜀王妃呢？若有这份狠心，当日拿着婚书登门便可大闹一场，何必要忍气吞声这1年再狠下杀手？本王不喜欢云劲风的原因就在此，他遇事不过脑子，既不沉稳，也不成熟，更无半点聪明机警，庸才。这本是狗都能想明白的事，不知他脑子里头装的什么草。可惜的是，皇上喜欢他呀，当日悔婚这么大的事都没有责备他，甚至还想立他为太子。皇贵妃自入宫起，皇上就一直专宠她，为她冷落6宫，中宫也形同虚设。即使深爱，他想立皇贵妃的儿子云劲风为太子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属下倒是好奇，这骆锦书是怎么带着蜀王妃进到咱萧王府，而且不惊动我们，更没惊动狼群的呢？爷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萧王唇角狞笑，却也不言语了。半晌，他才缓缓道：兰姬，你送些饭菜到武恒居去，放在门外，冲里头说一声便可。他若想出来见我们，自然会出来；若还不想见，他的事办完了就会离开，咱们就当他没来过。武恒居，粥放在外头，想吃自己拿。外头的人说完这句话，
脚步声便渐渐远去。记忆浮起，是关于这位萧王殿下的。萧王云少渊乃是当今皇上的胞弟，皇太后40多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。你要好起来啊！你难道不想见见你儿子吗？蜀王妃依旧是气息微弱。曾经是美丽的贵女出身，如今却变成了丑陋的女子。林静风还会一如既往的爱她吗？凶手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下这样的狠手？蜀王府，姐夫，还没找到张姐吗？多见书那贱人，到底带张姐的遗体去哪里了？莫不是他杀了张姐不够，还要毁她尸身？他太恶毒了！沈任，你派人去一趟北周，把洛启北的坟给本王挖了。王爷，洛大将军是您的恩师啊。且不说本王没有正式拜师，便拜了，他是败军之将，朝廷罪臣，本王自当与他恩断义绝。他教女不善，害了王妃与本王的孩子，便挖了他的坟，也是洛家该有此报。但皇上始终没降罪于洛家，若真挖了洛家的祖坟，只怕百姓和朝中官员都会指着您的脊梁骨痛骂。叫你去便去，扯什么其他的？谁敢骂本王，本王便杀谁。王爷，还请您三思啊，此法实在不妥。表哥，王爷叫你去，你啰嗦什么呢？若不用此法，怎逼得那毒妇出来？难道你忍心看到张姐一尸两命之后，连遗体都要被她毁烂吗？表妹，你别胡说，挖坟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哼，我听父亲说，皇上本就是要问洛家的罪，只不过他战死沙场，且他的夫人也随殉而去，这才放了他们家的。败将丢掉的城池，是皇上在位期间最大的耻辱，皇上恨他入骨呢。沈任，本王不想再说第3遍。你若不去，有的是人想顶替你侍卫长的职位。本王身边不需要仁慈的狗。属下并非仁慈，只是与王爷名声有害，唯恐误王爷大事。滚开，废物！沈任不去，自有人去。府门大开，10余黑骑狂奔而出。翌日一大早，你怀疑凶手在萧王府，这是合理的，但你皇叔和此事绝无关系，你且传朕口谕，叫他开了门，让你进去瞧瞧吧。若不让你亲眼瞧过，你也不死心啊。父皇，儿臣昨晚敲门，说是奉旨搜查，但萧王府的人竟射箭恫吓儿臣。您若不派禁军跟随儿臣前往，只怕他还是不开门。你说奉旨搜查，萧王府不开门，还放箭恫吓？儿臣绝无虚言，儿臣的岳父和巡防营高林在场，亲眼目睹的。你皇叔自受伤之后，性情有些孤僻，你不必与他计较太多。朕会派人跟随你前往萧王府，若搜查过没有，你必须跟你皇叔赔罪道歉。父皇，儿臣只要您一句话，若凶手窝藏在萧王府，该如何处置？若你皇叔真这么糊涂，顾念着与洛启北的战友情谊，窝藏杀害王妃的凶手，企图帮洛景书逃离京城脱罪而去，自当殿前一罪。有父皇这句话就行了。新仇旧恨，今日可一起报了。哼，云少渊，本王要把你从神坛拉入泥尘里，看往后满朝文武，谁还敢敬重一个窝藏逃犯的同犯？
萧王府。谢谢您，再冒昧提个请求，能给我带件衣服吗？这里很冷。等着。他回去取了一件衣裳。府中美女子，你将就穿。谢谢。若有机会报答师范赠衣之恩，你能自保再说吧。蜀王派人去挖你父亲的坟了。挖坟？云静风丧心病狂了吧？怎么干得出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来？他很是愤怒，虽然他不是原主，但或许是因为有着原主的记忆在，而记忆是包括事情记忆和情感记忆的，父女之情无法割舍。牺牲的大将若落得这般下场，实在是国之悲哀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活着的勇气，或许是凶手的身份让你无法面对，但是这人既然对你恨意这么深，能放过你的儿子吗？我不可能带着你的儿子离开京城，他是会回到云静风的身边，到时候谁能保证他的安危？我知道你听得到我说话，你争气点吧。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，你要护他周全。我知道你一直被保护得很好，不曾历过真正的艰难，现在才知道世事残忍。可你当了母亲，有人需要你护着了，你坚强一点啊。或许这2句话触动到了蜀王妃。骆锦书等待这个奇迹出现。为母则刚，蜀王妃你不要放弃。圣旨到，请萧王殿下接旨。既是圣旨到，请梁统领稍等，王爷要沐浴熏香，设下香案，迎接圣旨。果然是用这一招。皇叔啊皇叔，你能想到的，侄儿能想不到吗？早便叫沈任在附近布防，任你的人武功再高，这青天白日里想要把凶手和王妃遗体偷运出宫，绝无可能。萧王府内，王爷，云金风带着粮食和京兆府巡防营的人过来了，怕是要搜府，且是真的拿了圣旨前来，不能不开门。那武衡居的人要怎么处理？那便打开中门，迎接圣旨。可这一旦搜府，武衡居那边瞒不住，而且他们去了北周还没回来，府中只有属下和您，只怕瞒不过去的。不必瞒，你让他们搜，若搜出来，你护着他的性命，别让云静风把他带走。至于云静风想对本王怎么样，你不必阻拦。本王今日要彻底废掉他被立除的可能。王爷，您打算？云少渊温润浅笑，漆黑的瞳仁毫无光泽，敛去了本该就有的锐芒。本王今日恰好忘记了服药。啊！蓝骥愕然地看着爷，今日忘记服药了？不是给他拿了吗？他又不吃啊？但若搜出来，皇上会问罪的。问个罪能让皇上高兴，那就问吧。毕竟本王总是让他不痛快啊，不让他一回，本王良心过意不去。云少渊说得极其的云淡风轻，慢慢的前行，仿佛真的能把眼前的路进入眼底似的。呸！良心是个卵，皇上有良心了。萧王云少渊接旨。参见殿下。京兆府尹谢大人和巡防营高林眼底湿润，声音已然哽咽。殿下，可好啊？是谢大人和高将军吧？本王很好，不必多礼了。谢大人，高大人，别忘记你们今日的差事。禁军统领梁实上前来宣读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得悉蜀王妃被害一尸两命之事，深感痛心，也痛恨凶手之狠毒。今传旨禁军统领梁实与京兆府谢康督办此案，全城搜捕凶手骆锦书，务必把凶手绳之以法，匡扶正义，维护律法尊严，早日寻回蜀王妃遗体，好生安葬，以安在天之魂。所有人不得阻拦耽误禁军与京兆府的搜捕。钦此。梁统领，这圣旨不是交给本王的。王爷，皇上有口谕给您，让您配合搜捕。若搜过萧王府没有凶手窝藏，
蜀王殿下会跟您磕头认罪，您要打要骂都可以。蓝姬，带他们去搜吧。殿下，得罪了。梁实上前来拱手，云少渊转身，衣袂飘飘，更显姿容如谪仙。请便。蓝季的心中有一些紧张，但是没有表现出来。云劲风没看蓝季，带着人在府中横冲直撞，每一个院落皆是粗暴的搜查。看过了吧？有没有发现你们说的凶手啊？方才梁统领说什么来着？如果没找到凶手，你要跟王爷下跪认错，对不对？哼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审认。片刻，王爷一直守着，并不见有人离开。云劲风不信，不可能没有。他扬袍进入了武恒居的正堂里，刚进去便觉得这屋子一阵的血腥味道。梁统领，你进来看看，这是不是人血？回王爷的话，这确实是人血。有人血，你怎么解释？哼，萧王府人人练武，流点血算什么？有血便意味着有受伤，你哪里受伤？把伤口露出来。蓝季挽起袖子，便见那手腕上大大小小的伤痕。看清楚些，看看是不是真伤口。看来凶手并未匿藏在萧王府。谢大人，这么早就下定论了？这府中侍卫只见一人，不见了其他3人，连伺候的人都没有一个。莫不是趁着我们来搜府之前，把凶手送走了？蜀王，你这就有些不依不饶了。你说的这些要成立的话，首先要证实骆景书确实来过萧王府，但现在您是根据什么来证实骆景书来过？至少那3名侍卫如今不见踪影。就算他们不在，也不可以作为骆景书来过的证据。继续去搜查，要查清楚萧王府是否有地牢。就这么一个王府，足足搜了1个时辰，一个地方翻来覆去的搜了好几遍，就什么都没有找到。哎，王爷想去哪儿啊？不找了吗？继续找啊！既然骆景书没在萧王府，本王当然要继续去找他的下落，找回王妃的遗体。不着急，去磕头认错，可耽误不了太久的功夫。搜捕凶手，找回王妃的遗体要紧，本王改日再来登门告罪。梁统领，皇上给我们王爷的口谕是怎么说的？这圣旨你要执行，皇上的口谕是否也要执行啊？王爷，皇上有旨，若在萧王府搜查不出凶手，您要亲自跟萧王殿下磕头认错，以告打扰养伤之罪。本王看皇叔精神得很，养什么伤？王爷，萧王殿下是否伤愈，并不影响您磕头告罪，请您遵照旨意，也尊重自己的承诺，进去给殿下告罪吧。是的，还请王爷遵守承诺，进去给殿下告罪。本王这天都塌了，你们却还在说什么告罪？相信皇叔也不会要本王进去认错，倒是你们一个个相逼，是何道理？哼，蜀王此番行径与那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有何分别？敢做不敢当，自认是孬种的话，便走吧。安静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哼，走吧，孬种。蓝季，声音落，拳头便朝着蓝季的脑袋上挥过去，一道劲风从身后而来，击中他的后膝窝处，人便是扑通一声跪下，跪在了萧王云少渊的面前。云劲风，只要本王活着1天，你就休想当上太子。听到云少渊的这句话，这旧怨新仇终演变成熊熊烈焰，烧得他满心悲愤，竟是一拳打在了云少渊的胸口上，吼道：那你就去死吧！梁实在门口见状，王爷不可！梁实和其他赶到的人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萧王殿下口吐鲜血，缓缓地倒下。
王爷如果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萧王殿下，我家王爷也是一时情急，绝无冒犯之意，请您恕罪。沈任，去请太医查个清楚，没得叫他冤枉了本王。没一会儿，沈任便把太医请了过来。快给殿下看看，他方才吐血了。太医立马上前去号脉，这一号脉呀，脸色都变了。你好好查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好端端的会吐血？蜀王可以闭嘴吗？太医还在诊治。太医，殿下情况如何？回王爷，回诸位大人的话，萧王殿下肺腑和心脉受损严重，经过下官检查，是胸口遭受了重击。殿下本来就有伤在身的，这一重击，如今血瘀凝在了心头。哎呀，诸位瞧，殿下的胸口还留了淤血痕迹。云静风的脸色大变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他只不过就是打了一拳，顶多就是痛一下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太医，那殿下会不会有事啊？你快用药啊，施针啊！太医当场施针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你撒谎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么重的伤。哎，王爷，殿下的伤势确实严重的很，还要请院判来一趟才行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本王只是打了他一拳而已。什么？是王爷打的？云静风慢慢的后退，心头有一些慌乱。云少渊是该死的，但是不能够死在他的手中啊！他这会儿若是死了，自己是真的没有机会当太子了。蜀王府那边有人急忙跑进来。王爷，王爷，那洛锦说就藏身在他往日住的巡防局里，方才有人经过，发现巡防局里有人，便推门进去看了一下，发现竟然是他，王妃也在里头。洛锦书，你这个贱人，本王要把你千刀万剐！受谁的指使诬陷我？指使小绿诬陷他的人，应该就是凶手了。再不说，下一刀我直接割断你的脖子。姑娘，你饶了奴婢，奴婢知道错了。谁指使？不要让我问第3次。是冷二姑娘，是王妃的妹妹，她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奴婢诬陷您的。奴婢一时太心才会答应的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奴婢真的很后悔。骆景书收起了手术刀，启动蓝血电脉冲，调好了能量，对准了小绿的心脏，结束了他的性命。他取出药水，化掉了小绿的尸体。当然，小绿死了，也就无人指证冷霜霜，所以他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手术机器人，先让机器人装扮小绿几天，之后再换上一副模样。很快，机器人就变得和小绿一模一样了。小绿，我站得好累啊。机器人小绿马上就过去搬来了椅子。姑娘请坐。我口渴了。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藏匿，出去煮水会被发现的。骆景书很满意。多可惜啊，记忆中的蜀王妃很是漂亮，和那个冷霜霜是孪生姐妹，十分相似。若不是仔细分辨，只怕还分不出来。冷霜霜为什么要谋杀亲姐呀？难不成是为了抢姐夫？在王府里杀人，冷霜霜除了胆子大之外，只怕是早有筹谋的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左右，生命监测仪上的光闪了一下，过了片刻，眼睛缓缓地睁开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冷清清。你会没事的。孩子虽然有点虚弱，但总的来说比较可以。他就在你身边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你的儿子。蜀王妃的泪水没有停止过，她满心都只有受伤之前的那一幕。谁伤你？蜀王妃闭上眼，愤怒灌注在她的眼底。你知道不是我，对吗？不是你。我去叫人来。你见到云静风，不管你愿不愿意说出凶手的身份名字，但你要告诉他们，凶手不是我。而且你还要对云静风说，
希望我陪在你的身边照顾你，直到你痊愈，知道吗？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还是会死的。那些太医治不好你。蜀王妃这才怔怔地看着他，仿佛不认识他似的。我说的话你听懂了吗？听懂就点点头。蜀王妃缓慢地点了点头。骆景书给他推了一次强心药之后，收起了蓝血系统。没过多久，就听到了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往巡防区的方向而来。门被踹开了，怒气冲冲的云劲风带着人冲了进来。他的眸光首先是看到了骆景书，大步上前，举起巴掌便要打下去。打，这是你的儿子。王爷，王妃还没死，王妃醒了。是不是骆锦书害你？本王替你报仇，当着你的面把他千刀万剐。神刃！不要！不，他救了我。云景风看着王妃，眸色复杂起来。在看到王妃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事情不对劲，但他希望骆景书就是凶手。动静闹得这样大，骆景书若不是凶手，这事儿无法遮瞒过去，会把他的面子都给丢光。谢大人，梁统领，王妃伤重需要治疗，你们先回避，等王妃伤情好转，自会问清案情，缉拿凶手。沈任、谢大人和梁统领出去。换言之，此事他不想让京兆府和禁军来插手了。王爷，皇上下旨让京兆府协办此案。王妃遇袭是千真万确的事，既是遇袭，就必有凶手。下官职责在身，必须要查明真相，回禀御前。皇上跟前，本王自会交代。王妃刚产子，且伤重未愈，神志不清，她这会儿说的话未必能做准，且等她伤愈之后再来问话也不迟。在王妃说出真相之前，本王不会杀骆锦书，你们放心便是。谢大人却是不管他。王妃，您可曾看清害你之人是谁？是骆景书吗？不是他。锦京，你伤势很重，好好休息，不要说话。王爷，害我的人不是锦书，他是救了我，救了我和孩儿。我们的孩儿能出生，全仗他的。你伤得意识不清，错把凶手当好人，他的侍女小绿亲口指证他的。还愣着做什么？送客啊！两位大人，先回去吧，这里始终是王妃养伤的地方，外男不宜在此。凶手是一个男人，绝对不是锦书。你就是凶手，而且你有同谋。王妃所说的男人就是你的同谋。在邀约居你击伤本王，你同谋带走了王妃，藏匿于此，便想等结束之后再试图离开。你本以为王妃死了，但没想到她福大命大，而且还顺利生下了孩子。而你们这个时候被人发现，你的同谋逃去，只留下你在此。你便威胁王妃，不许说你是凶手。但罪证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。骆锦书，你逃不了。他不是，是冷双双害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双双是你的妹妹，绝无可能。你休得再胡说。王爷，你相信我，真的不是锦书害我，相反是他救了我和孩子。你相信我。你是要本王和天下人相信，你的嫡妹在王府谋害你，兰宁侯府出了一个杀人凶手。晶晶，你要毁了兰宁侯府和本王吗？王爷，你信吗？凶手是双双，你信吗？你伤势太重，胡言乱语了。这话在本王跟前说就好，到了外头，不可这么胡说。兰宁侯府教养子女严格，所出的儿子个个都是聪明睿智，女儿全部温婉善良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。
是我胡说了，凶手当然不是妹妹。我不会再胡说，只要王爷承认，凶手就是一个男人，一个曾经与王爷结怨的人。他是潜入王府想要找王爷复仇，但是没找到王爷，却遇到了落单的我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在邀月居里好好养伤，本王会找人治你，把你脸上的伤都治好，你还能像往日那样明艳动人的。至于骆锦书，他与外人勾结，那人恰好就如王妃所言，是跟本王结怨在先。他想进来复仇，骆锦书便于他里应外合，重伤了你。这点由他的侍女小绿可以作证。沈任，把骆锦书关进王府的暗牢里，本王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让他招供与外人串通谋害王妃的事实，再把供词送到京兆府去。大门打开，骆锦书并没有挣扎，眼看着就要被拖出门槛。计划 B 行动，小绿应该要去死了。本来定定的站在一旁的小绿接收到信号，忽然似箭一般的冲到云静风的身边，急如闪电般一拳打向他的颧骨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一手薅住他的头发便往外拖。蜀王府欺人太甚，未婚在先，诬陷在后，用千两银子利诱于我，再以挖大将军的坟为胁，要我指证我家姑娘谋害王妃。我深受大将军恩典，不愿看她死后还被挖坟，只得顺了他们的意，说我家姑娘是凶手。但真正杀害王妃的人，不是什么外男，更不是什么结仇之人，就是他蜀王云锦风，就是想名正言顺的处死我家姑娘，毁我家姑娘的名誉，好叫天下人都以为我家姑娘心肠恶毒。如此，便无人指责他当日誓约悔婚、忘恩负义的行径。他吼完，一手又抓起了云静风，脚步飞快地拖出去。小绿便这么直接把云静风拖到了府外，依旧吼着那一番话。府门口来往的人虽然少，但附近都是皇宫贵族的府邸。把那贱婢乱棍打死！蜀王无者狠毒，竟杀害了自己的王妃，嫁祸我家姑娘。我家姑娘精通医术，救回了王妃和王妃腹中的孩儿。王妃醒后作证，说我家姑娘不是凶手。她见奸计败露，她竟派人挖我家主的坟，以此作为要挟，逼迫我家姑娘认罪。我竟以死求一个公道，圣上，明察啊！他说完，竟是一头就撞在了蜀王府门口的石狮子上，血液迸发，小绿缓缓地倒在地上。此举让所有人都骇住了，没想到这婢女如此的刚烈，竟然以死来为自家主子告状雪冤呐！婢女小绿死前所说，皆可作为证词。皇上特令本府协查此案，本府势必还无辜者一个清白，也叫杀人者受国法制裁。谢康，此乃蜀王府的内事，你敢管？本府管定了，本府如今便入宫请旨，入府彻查此事。你敢？四目对峙，皆是半寸不让。就在谢大人走了之后，云清风，你这个小人，以及搜查凶手的由头，把萧王府搜了个天翻地覆，搜查不出，竟是恼羞成怒，把我家殿下打得伤重昏迷。你是搜查凶手吗？你分明是在报复殿下，曾在朝堂上说你不适合当储君，这笔账，萧王府会跟你算清楚的。说完，蓝髻转身回了府。骆景书被侍卫带回巡防居里。王妃莫要哭了，您伤重未愈，又方产子，落下了病根，怎生是好啊？他们护主不利，便遭杖杀了，那也是怨不得任何人呐。蜀王妃怎能不伤心呢？她屋中的人大半都是从侯府陪嫁过来的。随着缓缓的脚步声，张姐，别哭了，那些护主不利的贱婢死了便死了吧。哭声停止，仿佛是生生咽回去了一般。
张杰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自从你出事，我都担心死了。谭雪，去把骆锦书这贱人带过来。二小姐，沈任大人有令，骆锦书不能够离开寻芳居啊。是沈任说的，不是王爷说的。我要把那贱人带过来，让他在姐姐面前承认行凶之罪，对姐姐忏悔。但如今还不确定他就是凶手。他不是凶手，谁是凶手啊？谭雪，只管去，谁阻拦都不行。兰宁侯府需要一个交代。谭雪应声，转身出去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姐姐急什么呀？我好歹是孩子的姨母，我疼她都来不及呢，断不会害她的。至于把骆锦书带过来，自然是为你报仇，你要感谢我啊。行凶之人不是骆锦书，是你。啊？是我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对王爷说啊？你告诉王爷，告诉爹爹，是我害你的。你说呀。你怎能那么狠毒？我是你的亲姐姐呀。所以亲姐姐又如何？夺了我的意中人和荣华富贵，你该死！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哎呀，姐姐，孩子哭一声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嫁给王爷的时候，我哭了3天呢。蜀王妃吃力地撑着下床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就是再伤心愤怒，也不能拿孩子撒气啊！求你把孩子掐得脸都肿了，哎呀，还流血了呢！二小姐，怎么回事儿啊？杜妈妈，姐姐一时生气误伤了孩子，没事，我这会儿抱着孩子呢。想要他安然无恙，你就必须对所有人说，骆锦书是凶手。不，好好想清楚，是你的儿子重要，还是骆锦书那粗鄙下作的贱物重要？蜀王妃眩晕不已，胸口和腹部都已经出血了。来人！姐姐还没照过镜子吧？看看，你猜王爷以后还会喜欢你吗？铜镜里映照出了一张斑驳丑陋的脸，外头响起了脚步声。二小姐，骆锦书带到。冷霜霜上前去扶起了蜀王妃，上了床。进来。二小姐，骆锦书带到，但王爷没有命令要审问。你们去外头守着吧，这是我们侯府要的交代。问过之后，我会命谭雪送他回去，不会处置他的。听得只是要一个交代，侍卫便拱手转身出去了。骆锦书，你真是命大呀！谭雪，让他跪下。但随即胸口上一阵的锐痛，但还来不及分辨是什么声音呢，便眼前一黑，倒在了地上。谭雪，皮肤不错，很健康。冷霜霜愤怒的反手便是一巴掌抽向骆锦书的脸，骆锦书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这张脸真好看，我都舍不得打呢。但下一刻，另外一只手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，再反手一巴掌，连续扇了他好几下，这才停下来。骆锦书，你找死！骆锦书再反手一巴掌下去。别逼逼，太吵。启动蓝血盾，轻微的能量贯穿了冷霜霜的心脏，浑身抽搐了一下，便倒在了地上。别怕，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我需要你睡一下。短效麻药在静脉推送，微微的破皮痛楚之后，
蜀王妃便睡过去了。不过片刻便拾掇好了伤口。用7号刀会不会好一点呢？7号刀锋薄且灵巧，最适合起皮子了。蜀王妃先醒过来的。等云静风回来，你对他说出真凶吧，这一次他会相信的。但家族和父亲，那不是你的责任，这孩子才是。他不死，还会继续害你们母子。但我说过，王爷不信，也不愿意信，他还要依赖兰宁侯府。他如今必须信了。你为什么会懂得医术，还那么厉害？这不是被逼的吗？狗入穷巷，尚且跳墙呢。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你的。既是觉得抱歉，我能掐你一下吗？骆锦书伸手在他的手臂上用力地拧了一下。好痛！谭雪，你做什么？放开王妃！他抡起一张椅子就朝着昏过去的谭雪砸下去。2名侍卫和杜妈妈急忙地跑进来。他突然袭击王妃和2小姐，我为了救王妃用椅子砸了他。贱人，你想死！他疯了，他要杀王妃。不信你们问问王妃。莫非是真的吗？他想杀我，拿着簪子想要刺我的孩儿。2名侍卫当即上前扭住了谭雪，他当即便与侍卫打起来，不过几招便把侍卫打倒在地上。谭雪转身去抓骆锦书，拿起一个杯子朝着他的脑袋上便砸了过去，在暗中启动电脉冲远程击晕了他。好大的胆子，在王府竟敢谋害王妃！等王爷回来，非要你的命不可！蜀王妃也知道骆锦书此番的用意了，冷霜霜最厉害的不就是他身边的侍女谭雪吗？把他拖下去关押起来，等王爷回来定夺。谭雪被拖出去之后，你说你又救了我一次，要不是你，我的孩儿只怕会死在他的手中。王妃，您是得罪过他吗？怎么他突然就要杀你，还伤了2小姐呢？他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也不知道二妹为何要留这样的江湖恶徒在身边，弄得自己都差点被他害死。你们还不赶紧扶起2小姐！哼，贱婢！哎呦，2小姐莫怒，那贱婢呀已经被捆住拖下去了。她真是好大的狗胆，竟敢袭击王妃，还打昏了2小姐您。方才呀还和侍卫打了起来，把侍卫都给打伤了。幸好骆姑娘反应快，用杯子把她给砸晕了，大家呀这才脱险的，否则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。冷霜霜听得这话，好你个骆锦书啊，定然是与那冷晶晶贱人串通诬陷谭雪的。幸好长姐没事，否则妹妹的罪过可就大了。妹妹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暴力之人了，不管是王府还是侯府，都容不下这样出手狠毒之人。冷霜霜心头暗恨，也只得道：是，妹妹知道了。你就是骆锦书？我是骆锦书。这位是杜公公，在皇上身边伺候的。皇上有口谕给你，你且跟咱家到王府的书房说话吧。是。骆姑娘，有一句话咱家提醒你一下，你的父亲战败，依照旧例，败军之将若有调兵的措施，是要抄家灭族的。但皇上仁德，并未迁怒你和你的家族，你要铭记皇上圣恩才好啊。有什么直接说，阴阳怪气的话我听不懂。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？是不是去书房说话？是的话就走，不是的话我便回去。你大胆！你可知你现在背负着杀人嫌疑，竟敢这样跟咱家说话，不要命了？走不走？你
好啊，好啊！我看你是不知死活的。以为那贱婢临死前说了那些话，便能为你洗脱嫌疑了？如今禁军满京城里抓人，但凡今日出现过在王府门前的一律下狱。谁敢往外言一句？只要蜀王妃说一句你是凶手，那你就是凶手，谁都救不了你。你还敢这么嚣张，到底是没见识的东西，粗鄙！骆锦书不惯着他这番气焰，率先越过他便走。骆锦书，你站住！皇上另外有口谕给你，你听不听？说啊！就犯贱，非得他生气了才说。是条狗都想来侮辱他一番，他瞧着就那么好欺负吗？你真是大胆，连皇上的口谕都没放在眼里。皇上有旨，你若在京兆府尹谢大人面前认罪，皇上会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饶你性命，且送你回北周，为你取回被夺走的房产。哼，这是其中一道口谕，到了书房是还有一道，对吗？哼，皇上开恩，才让咱家私下跟你说这话。你当日入京，不就是为了求王爷为你夺回房产吗？如今不追究你伤害王妃的罪行，还如你所愿，你还想如何呀？骆锦书不语，眸子漆黑幽深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骆锦书冷笑，转身便往书房而去。骆锦书，看来你是想落一个畏罪自尽的下场。既然你不要皇上恩典，那咱家便实话告诉你，侯爷如今正在王妃的屋中说话。王妃素来孝顺，侯爷让他说什么他便说什么，到时候在谢大人面前指证你是凶手，你便难逃一死。杜公公，是吧？骆锦书忽然站住，一个转身，眸色便冷厉起来。你不要在这里威胁我，拿我当傻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的是清白。如果得不到，我跟云静风拼个鱼死网破。你骆锦书不跟结巴啰嗦，甩手往书房而去。而如今邀月居内，兰宁侯的脾气也有一些不耐了，怎么劝他指认骆锦书是凶手，他就是不同意。你护着他做什么呀？他的身份对你来说本就十分尴尬，你还对他这么好，叫外人知道了，你能落个贤名吗？人家只说你傻。如今满京城都知道他是凶手了，你却说凶手是个男人呐，你叫王爷的脸面往哪里搁呀？他日后是要当太子的，你就不为他的前程想想？那骆锦书是能跟王爷比的吗？孰轻孰重，你应该会分的。父亲和王爷一同入宫，王爷只跟您说了凶手是一个男人。王爷也告知了为父，说那凶手本是要行刺他的，却不料撞上了你。可王爷也说了，骆锦书的侍女曾指证他勾结奸徒，虽然侍女后来翻供倒打一耙，但也不能证实骆锦书就没有害你的嫌疑。不是他害我的，恰恰相反，女儿在生命垂危之时，是他救了女儿和腹中孩儿。我曾这么告诉过谢大人，这就是事实。就是因为你说了这句话，让谢康在皇上面前力保骆锦书的清白。但我的傻女儿呀，你是被蒙蔽了。骆锦书进府的时候何等模样，如今又是什么模样？他杀了马夫，伤了王爷，还懂得医术。他隐藏得这么深，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复仇。他要报复王爷悔婚，报复你抢了他的夫婿，你还帮着他。许多事情女儿不知道，但女儿十分肯定凶手不是他，他是我和孩子的恩人。是也好，不是也罢。实话告诉你啊，皇上已经下旨京兆府协办此案，一旦查实骆锦书不是凶手，
王爷的名声将毁于一旦。牺牲一个骆景书，挽回王爷的声誉，十分值得。你若觉得不安心，等他死后，你供奉他的牌位，让他香火不绝便是。父亲，我记得您成爵之前曾说过，此生最敬佩的人便是骆大将军。他一门三子，2个儿子牺牲在战场上，还有大公子带兵突围失踪，只剩下一个小女儿，连个继承香火的人都没有。您还吩咐过大哥哥，说日后骆家若有什么事儿，要竭尽全力帮衬这一下。因为大将军曾于战场上救过您2次，这些您都忘记了吗？而如今您竟叫我指证锦书为凶手，他是无辜的呀，女儿怎么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来呢？忘恩负义？你这句忘恩负义是在指责为父吗？战场上的事谈得上什么救命之恩？不是你救我，便是我救你，哪里有这么论的？为父往日是敬佩他没错，但是大将军是大将军，骆景书是骆景书，骆景书有害你的嫌疑，你不过是被蒙蔽的。害我的人是冷霜霜，我的亲妹妹。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妹妹？是她和谭雪一同行凶，谭雪牵住我，她亲自动的手，我身上的每一刀都是她给我的。你胡说！你再胡说，为父掌你的嘴！为了一个外人，你竟然诬陷你的亲妹妹，你何等狠毒的心！我没诬陷她。蜀王妃放声大哭，心头的悲愤、委屈、绝望像潮水一样把她给淹没。他又杀了我取而代之，他想嫁给王爷。父亲，他才是狠毒的人呐！你再敢胡说，再敢诬陷你妹妹，我便杀了你！全当你母亲没生过你这个胳膊外拐的东西！哼！这句话，你给我烂在肚子里。若敢再往外说一句，我饶不了你。蜀王妃别过头去，泪水怎么都止不住，心痛在这个时候才慢慢的清晰上来，痛得她全身都在颤抖。我只求您放过锦书，我不对外说出凶手是什么人，我只求别冤枉了锦书。大将军救过您，锦书救过我，父亲，我求您了。冤枉你的亲妹妹，你会遭报应的，遭报应的。你怀孕之后，她常常来王府陪伴你，连自己的婚事都先不顾，有点什么好东西都往你这边送，便连齐国公夫人送的南珠，她都要给你留着，说是你孕后经济，珍珠有定经之用。如今为了一个外人，你竟然诬陷你的亲妹妹，你太让为父失望了，太让为父失望了。父亲，放过锦书，女儿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你这句话是否跟骆景书说过？没，他不知道，女儿没说过，女儿只告知了王爷和您。书房里，侯爷，王妃情况如何？她情况比较差，连本侯都不认识，谢大人不必去问话了。希望王妃早日好转。那既然王妃不能做供，便按照皇上的口谕行事。杜公公，请你跟骆景书转述圣上的意思。骆锦书，鉴于蜀王妃刚刚醒来的时候，京兆府尹谢大人与禁军统领梁实听到他说你非凶手，而是救命恩人，但以你的侍女做供，指证你谋害王妃在前，而如今王妃伤势过重，不能问话，不能证实她醒时说的那句话是否意识不清，所以你要自证清白。我要如何自证清白？
王妃不是曾说你救治过他吗？现在萧王殿下因搜捕的时候受惊，引发旧患，重伤昏迷。而萧王殿下往日极为推崇你父亲，如今令你去为他去医治伤势，若治不好，想必萧王府的人也不会太过怪罪故有之女。但若能治好，可见两家着实有缘，皇上会为你们赐婚，让你成为萧王妃。且此事到底因搜捕而起，蜀王府让你过去医治，救回萧王的性命，也算是将功补过。你觉得如何？遵旨。骆锦书，你若治不好皇叔，代表你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，那么你依旧是谋害王妃的凶手，本王不会放过你。王爷爱妻心切，我很是感动。那就让我们来一起诅咒，诅咒谋害王妃的凶手和包庇凶手的人遭千刀万剐而死。来啊，我们一起诅咒啊！跟我说，谋害王妃的凶手和包庇凶手的人都将富贵散尽，遭千刀万剐而死，身首异处，家族离散。哼，说啊！谢康，把他带到萧王府去。兰宁侯，我父亲在天上看着，也会后悔当日2度救你于敌军刀口之下。萧王府内，太医院的院判带着2名太医正在为萧王用针，从脉象上来看，已经是油尽灯枯之况。许院判，这都用针好一会儿了，怎么王爷还是没醒来呢？王爷伤势颇重，汤药又灌不进去，情况，不容乐观呐。如果我家王爷有个好歹，我便死也要抱着蜀王一起死，为王爷报仇。许大人，王爷情况如何呀？公公，王爷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脉象沉绵无力，又连续吐了几回血，药灌不下去，施针试过1回，也没什么作用。如此说来，你们也是毫无法子了。我等医术粗鄙，实在无能为力了。杜公公正在跟兰纪说他的身份，说他医术精湛，救回了蜀王妃，还把皇上的口谕全数传达。哼，云惊风这算盘打得响啊！治好了便是蜀王府的功劳了，治不好就是故有之女医术不精。他这么能算，怎么不去算命啊？蓝侍卫，这不是蜀王的意思，这是皇上。你放屁！皇上英明公正，怎会说出这般偏私的话来？你回去告诉云惊风，治好了是洛姑娘的功劳，和云惊风没有一点关系。他商王爷的账还是要算的，如果治不好，让他云惊风先去买好棺材。你大胆！你是什么身份，竟敢如此口出狂言？莫说你伤不了王爷的性命，便连冒犯王爷也是大罪。萧王这是纵容的你们无法无天了，此事咱家定要禀报皇上，让皇上治你的罪。禀报皇上？哼，行啊，但我告诉你，如果皇上降旨治我的罪，我保证你出宫一趟，我就派人殴你1次。在宫里你了不起，出了宫看你怎么横。你这是在威胁咱家？没错，威胁你。谢大人，你看到了吧？咱家是替皇上办差的，他连皇上都没放在眼里。本官只知道这趟差事是带骆景书过来给王爷治伤的，不知道公公为何要扯东扯西呀？说完便也不搭理他。姑娘，请。姑娘若懂得医术，诊诊脉象，看是否和我等诊断的一样便可。至于要用什么药，要如何施针，也请与我们商量，切不可私自用药用针。我奉旨而来，治不好我会掉脑袋，所以我治疗的时候不需你们在场。治疗方法不一样，或会有争端耽误救治，
你单独医治，这怎么行啊？是得让我等知道你用了什么药。蓝侍卫，我单独医治王爷，你可以做主吗？你既是奉旨而来的，自然你说什么我配合便是，不然又被人说我目无君上，回头参我一本，我只有一颗脑袋，怎么够砍的？怎么会？不是重伤昏迷吗？生命指数有80%，是断然不可能昏迷的。装的。呀，洛姑娘，你诊断的如何呀？外头又传来了许愿判焦灼的声音。哎，你若不懂的话，不要胡乱治疗，那可不是一条人命的事儿啊！蓝侍卫，把他们先请下去喝茶。杜公公大声地嚷嚷，说是奉旨而来，要听骆景书的诊断结果。蓝侍卫，萧王府就没有一些强硬手段对付乱吠的野狗？必可清场，我不要再听到他的声音。骆景书，你大胆！杜公公勃然大怒的声音瞬间止息。王爷，您的伤情我检查过了，我大概跟您说说情况和治疗的方案，听完之后您决定要不要醒来，我们一起沟通沟通。萧王面容如昔，没有丝毫的变化，仿佛并未能够听到他说话。骆景书为他拢好胸口的衣裳，坚实的肌肤被遮住。您头部受过伤，有血肿压住了视觉神经，导致您视力不好或者失明，需要打开你的头颅取出血块，这样您就能恢复视力。腰椎上的伤问题不大，稍稍处理就好。但你的双腿是因为脊髓压迫导致的，所以需要放置支架。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小手术，您可以放心的。大概就是这些了，其他有些问题不大严重，不必理会，慢慢调养就能好的。您看要不要睁开眼睛醒一下？萧王云少渊此时的心情真的是复杂到了极点，这眼睛睁开不睁开，其实与他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，反正都是一片的漆黑。但他能否留点面子呀？他可以先出去，然后过一会儿再进来，就装作没有看出他是装昏迷的，这样大家都不尴尬。是否要我先出去？那我出去一会儿再进来吧。不必。骆景书的眼珠子简直就定在了他的面容和胸膛上，这真是人间能有的绝色。好看吗？他薄唇轻启，说了3个字。我在想治疗的事。好看，王爷自然是好看的，很好看。你说本王的眼睛的复明是真的吗？问题不大，但是我需要检查一下你的眼睛，可以吗？怎么检查？看看你的眼睛里是否有其他病变。眼睛失明有很多因素造成，你头部受过伤是其中之一，但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引起的。我需要排除其他因素，以确治疗方案万无一失。他的喉咙微震，发出了低沉的音节。如何？能治好吗？可以，只要王爷相信我。姑娘医术或许精湛，但本王有自己的大夫，不劳姑娘费心医治了。只是本王需要姑娘配合一场戏，对外宣称本王接受你的治疗。放心，与你无害。好，多谢，但如今还不能跟你言明原因。明白的，我扶你回去躺着。手伸到半空，才想起来，他虽然失明，但是方才是他自己走过来坐下的，显然他的感知能力是极强的，也不需要搀扶。不必，本王自己能走。好，好。他忽然又说了一句：洛姑娘，往后若无地方去，可暂住萧王府。骆景书还是想要为他治好眼睛，所以便应声道：好。他微微颔首，又闭上了眼睛。你到底对王爷做了什么？为何脉象比方才更差了？
没做什么呀，就用了针疏通一下血脉。你落针在什么穴位了？疏通什么血脉呀？王爷如今血脉乱得很，你这一疏通，岂不是加剧了血脉的乱象？你不懂就不要乱来呀！洛姑娘，你要尽力呀，这也关乎你自己的性命。治疗大约要1个月左右，而且用针用药也不是立马见效的。怎么就不是立马见效呀？你这几针下去，王爷情况更差了，还不算立马见效吗？这个是暂时的，会好的。既然如此，洛姑娘就好好的为王爷医治。正如谢大人所言，这和你的性命攸关，要尽力才好啊。我会暂时住在王府。可以，我安排。王爷，那骆锦书已经诊治过了。如何？他单独诊治，进去有约莫1炷香的功夫，失真了。但是许愿判进去检查过，他失真之后，萧王的情况更差了。许愿判都快骂娘了。如此说来，皇叔是不行了。奴才也偷偷地问过太医，太医说没法子，伤势太重了。自然，这与王爷无关，是他本就伤了底子，强弩之末，便没有王爷这一拳，他命也长不了。公公先回去禀报父皇吧，禁军搜捕一事也要抓紧，不能叫那贱婢说的话流了出去，而附近府邸围观的人，也请公公代为奔走。陈清那贱婢所言，只是死前对本王的诬陷。王爷放心，一切包在咱家身上。傍晚会有人过来伺候你的起居饮食，你别到处乱跑，府中有黑狼。如今虽是被关着，但晚上是要放出来玩耍1个时辰的。好，谢谢。需要什么，我派人置办。洗漱用品、被褥、铜镜，其余的我有，我回去蜀王府取。需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，就那几步距离。你知道不是距离的问题，云惊风那狗如今把你当仇人看待，你就这么回去，没人护着你，就不怕挨揍吗？不怕。你往日但凡有这样的气性，不至于在蜀王府过得像条狗。这是我们爷说的，我觉得你是真奇怪，有本事非得藏起来，吃那么些苦。骆锦书回了蜀王府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，你杀了我儿，我要你这个娼妇偿命，还我儿的命来。骆锦书看着他疯癫张狂的模样，与穿越来时欺负原主的马夫极为相似，想必他俩就是母子。你儿子做了什么你心里有数，他死的不远。你这个娼妇给我闭嘴，他是奉王爷的命令，你这个小娼妇就是不要脸，王爷惩罚你有什么错呀？他如果没错，那么错的就是云静风，该死的也是云静风。你儿子忠心耿耿，为王爷的命是从，如今替王爷去死，我成全了他的忠心，他也是死得其所了。你敢责怪王爷？你这个贱人！你大胆，竟敢诅咒当朝亲王！骆锦书握住他的手腕，想反手一巴掌抽过去，但是想到他的脸皮，还是定了定。怎么，你还想打我吗？外头那么多侍卫看着，你打呀！你有种就打我！打你便打你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说完，潇洒的转身离开。骆姑娘，许愿判说要和你讨论一下王爷的病情。骆姑娘，我不知道你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明，又是如何救了蜀王妃的，但萧王殿下的伤势很严重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你是奉旨来的，我等也是，我们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救殿下的命。
我们刚才商量出一个治疗方法，你看是否愿意跟着我们的方法来？什么治疗方案？你说说。我们这儿有一个方子，你先过目。我不是很看得懂方子，你直接说，这个方子能起什么效？看不懂？你连方子都看不懂，怎么给王爷治伤啊？你说说，这方子起什么作用的？姑娘，就当我们求您在治疗上您袖手旁观，就用我们的方子。虽说未必能救得了王爷，但是起码能延续着他的性命啊！续命？按照你这个方子，能续多久？那不知道洛姑娘想用什么方法治疗，用的什么方子，可以给我等看看吗？不可以，而且我治疗的时候也不需要你们在场。这怎么行啊？我等不会离开。许大人是要抗旨？不敢。不敢就好。蓝侍卫，送他们走吧，这里有我就行了。骆景书从侧门出去，寻了一个隐秘的地方，把机器人回收到蓝血盾，换一身皮囊。没一会儿，一个崭新的仿生智能机器人便出现了。给自己取个名字吧。机器人的眼底不断地闪过名字，片刻停止闪动。果翠，翠果，这算什么好听的名字？哼，这是仕女库里流传最广的名字之一。你叫心怡，心怡花的心怡，不叫翠果，记住了吗？翠果，心怡，翠果。断电。机器人立刻见风使舵。心怡，这就对了。机器人不要太有自己的审美和主见。带着心怡从侧门回到了萧前居。他是谁？啊，我的侍女，从北周过来找我的，她以后会跟着我。骆景书进去取了那衣裳走出来。多谢你那晚送的衣裳。这是殿下的旧衣。我那日穿了还不曾洗过，我洗完了再归还给你吧。都说是旧衣，不要了的不必洗。那也要洗干净才能扔，做人要讲卫生。你什么时候从北周来的？是骆大将军府的婢女？多大了？卖身为婢之前家在何方？几岁卖的身？你饿不饿？想不想吃点心？你会做点心？就因为你做点心好吃，所以他们这么喜欢你。我开始做了红枣糕，南进送去给殿下吃，殿下全都吃完了，还说想多吃一些别的糕点，他们就高兴的跟捡了金子似的，非要我多做几样。其实我们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很大，偶尔下厨做些精美的点心也能缓解压力。要不你教教我，我解解压。好啊，过2天吧。蓝记说明天他们有很重要的事办。蓝记跟你说的？那他说这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了吗？说了，但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心怡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作为一个机器人，你不要随便相信别人。你吃醋？吃醋？这哪个哪呀？怎么就跟吃醋扯上关系了？你觉得萧王府的人喜欢我，不喜欢你？以前大家也不喜欢你。骆总司，你太凶了，你再这样下去交不到朋友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你我搭档这么多年了，你只是见我在意过这些人际关系。好了，回系统充电吧。这么晚你过来做什么？我想提醒你一句，要慎防有人闯入行刺。骆景书的话还没说完，便听得嗖嗖声划破了空气。把门关上，不许出来。骆景书，殿下，你们早知道今晚有人行刺，对吗？本来嘛，你奉旨来医治本王，晚上是该守在本王的床前。如今你来了，正合他们的意。什么？我操！好一条老谋深算的狗皇帝！居大夫，是真吧？
刑侦于胸间大穴，只能维持1炷香的功夫，速战速决。足以。骆锦书只觉得劲风急过，便见他如同一束闪电般倏然地飞了出去。杀手的人数很多，武功高强，且出手极其的狠厉。王府侍卫没有出手，只有蓝姬和云少渊2个人抵挡。这样漆黑的战场于云少渊却十分的合适，只见他出剑凌厉，招招致命。杀手的尸体堆积，而萧王府里竟无1人负伤。半炷香的时间，杀手几乎是被全数歼灭。樊妈妈，她跑出来做什么？府中的人没预先告知她不可闯出吗？退下，退下！不必管我，缉拿刺客要紧。长剑从樊妈妈的身后穿过，再一脚踢开她，让她飞向蓝记，转身便逃。杀他！廊上凌空飞出来一把长剑，正中他的后背心。你回屋去，天亮之前不许再出来。他情况很严重，需要马上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来添什么乱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去。用一切方法救他性命。没用了。没用了？不可能。看中箭的位置没有刺中心脏，应该是失血过多导致的休克。这个时候应该紧急输血，立马抢救啊！再迟就真不行了。他还没说话，侍卫便要上前来架他走。我自己回去。他刚转身，便听到箭矢声响起来，又是一轮的箭雨进攻。看来皇帝这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不杀了云少渊誓不罢休的。他躲进暗处后，启动隐形的双翼，飞过去抱起了被放置在廊上的樊妈妈，迅速地飞往了武恒居。骆锦书完成了手术。董司，你的腿受伤了。虽说是隐身，但是我有实体的，被剑擦过，没什么大碍。也不能算无大碍，箭头把肉都带走了一块。坐下，我帮你处理伤口。现在系统用着，你不能自体修复。不，我先出去看看，看是否有重伤者，有的话还是要继续搬进来抢救。我去吧，我速度快，力气大，还不怕被剑所伤。你自行处理伤口吧。分得清敌我吗？分得清。他坐下来处理自己的伤口，想先包扎起来，却见心仪一手夹着一名伤者进来了。高陵情况如何？高陵、梁度、樊妈妈3人都失踪了。怎么会失踪呢？有漏网之鱼吗？不知。殿下，高陵是巡防营主帅，樊妈妈是太上皇原先赐给您主持服务的人，而梁度伤势应该还有救。如今他们3人一起失踪，只怕……不会，带走他们2人会有阴谋不定。但是樊妈妈呢？没必要带走樊妈妈，这是负累。而且此战我们先做了准备，内外守防，红狼和青鞘在外围高空盯梢。如果歼灭的杀手有遗留，他们早就报了，就算没报，也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。可高陵和梁度、樊妈妈确实失踪了，他们3人都是垂危之状，不可能自己躲藏起来。云少渊的手指微微的抬了抬，眯起了凤眸。骆锦书呢？属下让他回屋躲着了，这么大阵仗，唯恐误伤了他。蓝姬忽然想起樊妈妈受伤的时候，她说要过来治疗伤势的。会不会他把樊妈妈带走了？应该不会，当时虽乱，但如果他闯入，我们必定能发现的。更何况他就算能带走樊妈妈，也带不走梁都和高大人。他带着蜀王妃来武恒居的时候，你发现了吗？快去找找。蓝大人，武恒居大门紧闭，敲门不开。洛姑娘的侍女回应了，说是高大人、梁兄和樊妈妈都在里头，正在救治，人还活着。人还活着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别高兴太早，高大人中箭时，我在里头瞧着，心脏、腹部2箭夺命，如今便一息尚存，但实则神仙难救。樊妈妈亦是如此，倒是梁兄弟，我还有机会。老夫随你们去吧，也不一定能把梁兄弟救过来。
居大夫，请务必尽力。不必殿下吩咐，老夫会尽力。只盼着还没拔剑，一旦拔剑，神仙都没法子了。希望他不会那么鲁莽，以为自己真那么医术高超，胜似大罗神仙。云少渊顿了顿，还是止住了话。洛姑娘，心怡，把门打开。救人中，请勿打扰。救什么人？别胡闹！你们拔剑了吗？拔了。把门破开！拔剑后若不紧急处理，当场就没命了。高大人内力高强，或护住了心脉，才能坚持到此刻。但他们胡乱搅一通，那高大人便再有高深的内功，也经不起折腾呢。抚卫上前来踹门，但是门在里头上了栓，连续踹了好几脚，竟然是纹丝不动。从窗户破进去。兰姬，不要胡闹，请殿下过来。破窗！有毒烟，不得靠近。骆锦书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现在把门打开，一切还能既往不咎。里头没有人回应了。如何？是什么毒？不知是何毒烟，但应该不要紧。您都不知道是什么毒，毒烟而已啊。殿下。身后传来抚慰的声音。殿下，门打不开，破窗之后有毒烟释出，关了三兄弟。那骆锦书胆大包天。云少渊伸手压了压，止住了兰姬的话。居大夫，如果你进去救治，可有把握？殿下，老夫无能为力。连居大夫都说无能为力，那骆锦书岂不是瞎闹吗？折腾一番，人走之前还得遭罪。殿下，您定夺，是冲进去拿下他，还是送他回蜀王府？洛姑娘，他们情况如何？你是否能救？高大人情况较差，樊妈妈和另外一名伤者应该没性命危险了。我需要3天的时间，这3天请殿下不要让人来打扰。云少渊神色一松，竟不知道为何就信了他的话。好，本王便叫人给你们送饭。屋中隔了一会儿，才传出来一句谢谢。不可能，樊妈妈伤势很重，失血过多，不可能无性命之危。骆锦书，你是不是已经帮他们拔剑了？拔了，请别打扰。高陵情况不大好，我这边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，实在无力回应你们疑问。3天之后起码能活俩。不可能！居大夫大手一挥，踏步上前便使劲儿地拍门，大声道：既然能救，为何不许人进入？老夫不才，却也享誉江湖，如今门也不开，就夸下海口说能救活2人。3天之后人死了，殿下杀你不是，不杀你也不是。我图什么？凡事有动机，我困着他们3人在此，若不是真能救，那我图什么呀？哼，你们这些权贵家族内院妇人玩的什么把戏？老夫看不懂，只怕这3日变数多着呢。居大夫对里头的骆锦书说完，又对云少渊拱了拱手。殿下，此番筹谋不容有失，哪怕是尸体也得把高大人带出来，不可轻信了妇人之言。谁知道他是与何人勾结呢？这3日外头又有何人为他奔走？殿下，还是不能相信他。全部推出去，3天之内除了送饭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兰姬，你派人守着武恒居，随时听洛姑娘的需要，她要什么便往里头送什么。谁若怠慢，军律处置。殿下，您这么做实在不理智呀！他可是在蜀王府做了1年呐，怎可轻信？居大夫，回吧。心怡，帮我包扎一下伤口吧，我实在是动不了了，先回口气。总司的手术做得越来越好啦，高大人不用躺板板了。闭嘴吧。伤口很深，破伤风给你安排上，毕竟那箭头也不知道有没有生锈的，肉都没了一块，真可怜。这3天你自己没法子用系统修复字体，建议你给自己挂瓶水。挂吧，我再感染就麻烦了。不知道外头是什么情况呢？岂
岂有此理！萧王府是早有准备的，云少渊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这是诱敌之计。父皇中计了。殿下，该更衣上朝了。沈任回来没有？沈大人还没有回来。可有飞鸽传书？回殿下，也无。刚到御阶，便听到身后传来了沈任的喊声：“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稍等！”沈任，出什么事了？殿下，府中派去北周的人全部被萧王府的紫衣侍卫拿了个正着，而且他还把我们派去的人全部扭送到了北周府衙去了。此事闹得人尽皆知。这群废物办的什么事儿，竟被萧王府的人拿了个正着！废物，废物！你既去了北周，为何任由此事闹大？殿下，属下到北周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被沿路敲锣打鼓的扭送去衙门了。属下想把人带回来，但是被紫衣阻拦，他们还派人扣下了属下。昨夜他们便已经启程回京，说是要告御状。属下是逃出来报信的，这会儿他们估计已经到了光正殿外候着早朝了。一个女人你都摆不平，本王留你何用？本王府中的侍卫长，连萧王府的一条看门狗都不如，怪不得本王会输得一败涂地。再留你在身边，本王迟早被你们害死。说完，飞上马背，策马往皇城飞奔而去。沈任心灰意冷，回到了蜀王府收拾东西，便决然离开。沈任被赶出去了。兰记。云少渊在上马车之前，沈大人，本王有一事相询。殿下不必问，我纵离开蜀王府，也不愿帮你们对付王爷。本王只是想问，蜀王妃可还好？不知。原先是否重伤？太医束手无策，几乎一尸两命。殿下，我知道骆锦书在萧王府，烦请替我转达一句道歉。我原本以为他是谋害表妹的凶手，才会如此对待，请他谅解。不转达，道歉需要自己去，这才能彰显诚意。殿下，您是要探听那骆锦书是否真的懂得医术，才会问蜀王妃的情况吧？属下已经派人查探了，不必问。问一句这么简单的事，还需要特意派人查探吗？你啊，有时候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。您原先说过，凡事亲力亲为嘛，不能假手于人。没错，方才本王不就是亲口问的沈任吗？并未假口于人。谁知道沈任会真的说呢？这消息来得太易，怕是不可信吧？你啊，不了解沈任。蜀王妃是他的表妹，他要被驱逐出府了，没必要再去上头做文章。谁知道沈任是不是被假意驱逐出府的？或许是计。你这样说，代表你不了解云劲风。零星的声音里，有一道声音格外的洪亮。南陵小报，南陵小报，蜀王妃被谋害一事有内幕，疑凶骆锦书的侍女于蜀王府前自尽，力证主子清白。兰记也听到了，笑着道：南陵小报今日格外的早啊，殿下，该给闵先生记一功。只是经过今日，陛下必定会知道南陵小报是萧王府的。爷，您该不会真的要娶骆锦书吧？本王说了不算，要他同意。他同意的话，您真娶啊？他不好吗？不能说不好的，就是长得一般。你几时开始以貌取人了？我错了。爷，您干脆娶了紫衣得了，反正他……长腿一伸，急如一道弧线，兰记从马车上滚了下去。说说而已嘛，殿下这么认真干什么呢？而且紫衣有什么不好的？至少比骆锦书好吧？殿下，紫衣，你这趟差事办得利落呀。切，我几时办过不利落的差事啊？可有上朝的大臣路过瞧见你们了？回大人的话，徐大人、龙大人、朱大人，还有几位内阁的官员都瞧见了。行，你先把人押回萧王府，听候处置。押回去？不是殿前状告吗？
本王不上朝。不上朝？不上朝，这一大早来做什么呀？唉，爷如今心底盘算的事，越发叫人看不透了。进了这东华门，便会有人等着本王。为何呀？用你的脑瓢子想一下，他敢让本王到朝堂上去吗？咱们做这么多事，只为能与他坐下来谈条件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殿下，您原先说要先废掉云惊风，还以为您只针对云惊风设下这么一大台戏呢。他不配。但经此一事，他在朝中地位也将一落千丈。到朝廷上去说，岂不是更好？那你就是逼着陛下在朝堂上袒护云劲风。满朝文武纵早知道他偏宠云劲风，但这么明目张胆，岂不叫人心寒？这事一旦传开去，皇权将被质疑，皇家颜面还要不要了？这江山还要不要了？您说的对，确有此弊端。那此番谈判，您想要什么呢？云少渊的脚步凝了凝，眸色漆黑沉沉的。他想要什么？他想要的很简单呢。哟，请殿下安。今日龙丹台上的禁军看到您的马车进了御街，知您今日能上朝，必定是伤愈了，前去禀报了陛下。陛下龙心大悦，特意命老奴在此迎您去明德殿用早膳呐。有劳了。明德殿。云少渊，你莫不是恶魂转世，怎都死不去？父皇，诱他入殿后，便叫禁军伏杀了他吧。伏杀他？你是要逼他造反吗？事到如今，还能如何？他若把事情闹大，儿臣便永远都入主不了东宫。那也是你咎由自取，挖坟泄愤有什么意义？就没想过后果吗？洛奇北战败，丢了咱们燕国几个州，本就该获罪，怎还配以无罪之身入殓下葬？你以为朕不知道你想什么？他战败丢了国土，你便觉得曾叫他一声师傅，让你脸上无光，想借此事泄愤出气，你便要泄愤也得分时候啊！儿啊，以你这般浮躁的心性，怎么可能入主东宫？父皇，难不成就拿他云少渊没法子了吗？这天下是您的还是他云少渊的呀？皇祖父既是把江山交到了您的手中，为何又这般重视他？他就是老糊涂，卧病在床这么许久，愣是不咽气。闭嘴！看来朕真是把你给宠坏了，宠得你连孝顺仁义之心都没了。他是你的皇祖父，他病了，你要做的就是日夜恳求上苍，庇佑他福寿康宁。但凡你有一日这么做了，也不至于被人诟病至今。云劲风见父皇是真的生气了，急忙跪下来请罪。儿臣失言，请父皇恕罪。你听父皇的话，此番回去之后，请高僧入府为你皇祖父祈福。你也要修心养性，韬光养晦，多行义举，把你的名声一点点的拾起来。至于你皇叔提出什么要求，你只管遵从，该去认错便去认错，该磕头便去磕头，凡做此种种，都可大张旗鼓，引人注目。日子久了，大家便总会忘记今日之事，对你刮目相看，不忍又当如何？难不成要他在朝堂上把你挖坟和殴打皇叔的事公开吗？若在朝堂上说开，史官必定记录，言官必定弹劾，往后还有谁推你为太子？父皇，您是帝王，国本之事您一人便可定夺，谁若不服，砍几颗脑袋，谁还敢妄言？你以为朕是皇帝，便所有人都会听朕的？若真如此，历代帝王岂不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？内阁、相权、言官、3省6部都可以约束朕，便不用说你皇祖父了。他
京昌帝虽然止住了话，但是眼底的戾气却是一闪而过。你如实说，那骆景书是否精通医术？你的王妃是他救回来的吗？王妃说是的，但是儿臣觉得他不懂医术，以前也没听说过，在府中1年，他就像一条狗似的，见谁都得低眉顺眼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不调查清楚？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父皇，那如今还能以骆锦书顶罪吗？总不能真把冷霜霜叫出去吧？侯府那边可大力支持儿臣的。他治愈了你皇叔，朕曾下过旨意，是要为他们赐婚的。但如果他精通医术，便绝不能成为萧王妃。父皇，此刻还管那贱人作甚？陛下。殿外有太监急步进来禀报，杜公公带着萧王殿下来了，马上便到。凤儿，你进寝殿里，不许出来，更不许声张。是。微臣参见陛下。不必拘礼了，坐吧。你许久没陪朕用过早膳了。谢陛下。云韶渊坐下来。可有备下臣弟最爱的凤卷酥啊？知道你爱吃，早便吩咐下去了。从小到大，你但凡喜欢什么，朕几时短过你的？是啊，打小臣弟想吃什么，陛下都一定会想方设法给臣弟弄来的。仅是吃的而已。你如今身子无碍了吧？朕已经斥责过那不孝子了，也责令他务必给你赔罪。你这个当皇叔的本就是他的长辈，该打便打，该骂便骂，不必疼着他的。确实该教训教训。臣弟除了是他的长辈，更是军功赫赫的亲王。他以搜捕凶手为名殴打臣弟泄愤，实在荒唐。你说的对，他确实需要教训的。父皇如今病重，若他老人家知晓，怕是要震怒的。若为他害得父皇病情加重，便打死也不为过。他做过的事，岂止这一件叫父皇生气的？便父皇此番知晓，总不过是说一句“此等逆孙要来何用”，断不会再为他生气伤身。蓝髻在一旁听着，唇角讥诮。哼，这一来一往，又是以旧情打动，又是长辈，又是太上皇的，还想护犊子呢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都舍不得被人教训一下。云惊风如果有一天死了，也是被皇帝宠死的。此事他不错也错了，你这个当皇叔的，说说吧，该如何处置他？早膳竟还没来，去看看。片刻，便领着御膳房的工人呈上了早膳，并未有什么凤卷酥。这煎包好吃是好吃，但却比不得父皇身边的年姑姑做的。说起来，我足有半年不曾见过父皇了。你重伤，父皇病重，近在咫尺却不得见，朕也难过。好在如今臣弟好多了，臣弟打算往后得空便进宫看望父皇。皇兄，出入宫的令牌，您是否还给臣弟呢？来人，取令牌。杜公公即刻便去，少请。取来令牌，走到云韶渊的面前，却故意把令牌往侧边伸过去。殿下，令牌。云韶渊扬手一抓，自然是抓了个空。正当杜公公得意，却见手中令牌顿时消失，令牌的角恰好刺进眼睛里，痛得他当场就捂住了眼睛。令牌你取回去，往后初1、15便进宫来探望父皇吧。臣弟得空便来。对了，听闻说陛下在臣弟被云劲风所伤昏迷之后，曾下过旨意，
若骆锦书能治好陈帝，便为我同他赐婚，是吗？并未下旨。口谕也行，陛下金口既开，陈帝自当遵旨。婚事便交给礼部和萧王府一同筹办吧。你若想娶亲，朕另行为你赐婚。要什么样的世家千金没有？那骆锦书如今已是孤女一人，且曾是你侄儿的未婚妻，你娶她不妥。所以，陛下的意思是打算让云劲风停妻再娶她吗？也是，悔婚一事实属失信决议，他理当迎娶骆锦书为妃。如果他娶，那陈帝便另选他人。停妻再娶，实在荒谬。王妃已为他诞下灵儿，此等始乱终弃的事，他横竖不是头一次做。既你有忠义的女子，朕自会为你做主。不是陈帝忠义，陈帝是为云劲风那孽畜弥补过错。骆锦书本该是皇家妇，只不过被始乱终弃。如今陈帝娶了她，也算拨乱反正。希望那孽畜记得陈帝这样帮过他。你一口一个孽畜，别忘记他是你的侄儿。你这个当长辈的说话要有点分寸。也亏得他是我侄儿，如果他是我儿子，做了那样不仁不义之事，我当场没把他打死，省得丢了祖宗的脸。皇兄莫不是到现在还护着他吧？这般宠溺，就不怕宠成窝囊废啊？父皇如此宠你，怎也不见你成了窝囊废呀，反而把你宠成了名声赫赫、战绩斐然的大元帅。你的萧陵君威名震七国，谁不忌惮你3分？这难道不是父皇宠出来的吗？云劲风怎能与陈帝比？原来在皇兄心里，陈帝能有今日成就，是因为父皇宠溺的缘故。为何不反过来想一想？父皇之所以如此爱重我，恰恰是因为我能镇守一方，护疆土，守江山。你拿云劲风与我相比，是在羞辱我。你放肆！殿外的一队禁军迅速入殿，立于云少渊的身侧，呈威胁之势。放肆！陈帝不过是说了句实话，这就叫放肆了？瞧瞧您的儿子都干了什么好事吧！他是非不分，昏庸无道，行挖坟这等丧尽天良之事。陈帝敢说，皇兄甚至都没打过他一下。他往寝殿的方向侧脸。云劲风就在里头吧？皇兄叫他出来，他重伤陈帝这笔账，总要跟他算一算吧。他不在。你说那么多，不就是想娶骆锦书吗？朕准了。陈帝说了，是为云劲风那孽畜弥补过错。好，你这个皇叔，朕知了。来人，传翰林拟赐婚旨意。少请。赐婚圣旨送抵云少渊的面前，他神色清淡若水，不管是取回入宫令牌还是赐婚，都不是他的最终目的。你还想做什么？陛下，可别忘记还有挖坟一事。此事在北周已经传开，且今日想必也传遍了京城。不日，整个大燕国都将知道云劲风挖了洛奇北的坟墓。这件事情若没一个交代，只怕舆论滔天，永不止息啊！是啊，皇帝可有法子应解呢？事已酿成，也公诸天下了，只能让朝廷下旨，把洛奇北移葬忠烈陵。他是镇北元帅，一生战功无数，牺牲之后本就该葬于忠烈陵，如此挖坟一事便可遮瞒过去。准。既移葬忠烈陵，那么他战败一事就要彻查。当日白江围困一战，到底是谁拖延援兵？是谁火烧军粮？是谁杀良冒功，致百姓民怨四起？
才泄露了洛奇北的用兵之计，导致我大燕几个州落入戎人之手。还要如何调查？他身为大元帅，即便任何人有过错，最终都是他用兵不善导致，他负战败的所有罪责。不调查清楚，那么洛奇北以战败之将如何入藏中列陵啊？云劲风挖坟一事如何推诿过去？是要保云劲风，还是要保魏双晋？陛下三思。就是不必再提，一葬一事，朕自有主张。陛下，昨晚微臣遭杀手刺杀，杀手多达100余人，看来是有人要把臣弟置之死地。幸好擒了活口，相信轻巧的逼供手段足够高明，会将那杀手吐个一言半句。景昌帝盯着他，你暗指什么？你是想冤枉朕派杀手刺杀你吗？你胆敢以这歹毒的心思揣测朕，给朕堆起罪名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想造反吗？好啊，怪不得父王死死地留住一口气，怕是要为你证明吧。哼，我若要反，半年前你下旨禁我入宫便可反。父皇这一口气不是为我留的，是为你留的。他若在你士气之下出了什么事，你觉得还有谁能掣肘我？他不反，不是不能反，是不想反。滚！给朕滚出去！陛下息怒，微臣告退。哦，对了，陛下，蜀王府派出去挖坟的侍卫，如今还扣押在萧王府，是要移交给京兆府，还是大理寺啊？亦或要把此事递交内阁？御史们也许久没有弹劾过皇家的人了，也该让云劲风上一上朝报官报，露露风头。当然，如果陛下不舍他面对此番局面，微臣希望回到府中之后，能有一道旨意下来，令萧王府彻查白江一战。说完，他把赐婚圣旨递给了蓝髻。回府，陛下放心，父皇若寿终正寝，臣弟愿交出兵权。但若父皇崩于一场，就休怪臣弟不念兄弟情分了。云少渊，骆大将军应该要感谢蜀王，若非他心存恶毒，不念师恩，也没有得还清白的一天。殿下说得对。父皇，他已有谋反之意，还要再忍吗？啪的一声，清脆的巴掌声落在了云劲风的脸上。父皇，儿子是有错，但是与云少渊心存谋逆之意相比，儿臣不算大错。您这怒火，应该是冲着他发的。你如此痛恨他，为何方才他口出狂言之时，你没有出来担下所有罪责？你出来承担，就算被弹劾，就算被褫夺亲王封号，就算被他打一顿，也不至于是这局面。如今他走了，你挑朕的怒气又有何用？朕如今若能撼动得了他，又何须受这屈辱？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。儿子不出来，是以为父皇能对付得了他，而且是父皇不许儿子出来的。景昌帝的眼底充满了失望。朕不许你出来是保着你，你懦弱胆小，朕也知道，本不会责怪你。可你等他走了之后才出来发这狂怒之言，是在指责朕吗？这一切是谁造成的？他云少渊多年都等不到这样的机会，是你拱手送给他的。你让朕处于这两难的境地，让朕的胜局瞬间被他逆转成了颓局，却还有脸责难。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跟你母妃交代，怎么跟你舅舅交代吧。滚回去！陛下，该上朝了。告诉他们，朕得知萧王府遭杀手围攻，忧心过度，发了眩晕。今日早朝退了，御书房叫起也不必，传太医吧。父皇，您好歹上朝替儿臣说几句啊，不然儿臣出了这宫门，
怕是要被人追着问了。萧王府，洛姑娘，不知道他们情况如何？高陵情况差一点，白妈妈和那位梁兄弟略有好转。他们会没事吧？希望。见他睡了，不会给他扯上被子呀？这么冷的天，也不怕人给冻坏了？是。他睡着了，在廊下睡的。殿下，他就坐在地上，靠着石柱睡着的。换他进屋去睡吧，这天凉得很。他们的对话声很轻，但还是把骆锦书给吵醒了。殿下，可以便回屋去睡，叫居大夫过来看着便是。我没想着睡，吃完饭有些困。你的脚没事吧？小伤，无碍。不知道今日可有发生什么事？云少渊扬手叫兰季他们都退下，自己要单独和他说话。洛姑娘，他的嗓音有一些低沉，似乎也隐隐地带上了一抹犹豫。抿了抿唇之后，才问：陛下为你我辞婚了，你可愿意嫁给我？你如果不愿意，本王能理解，也会推了这门婚事，陛下不会怪罪于你。所以我洗脱冤屈了，对吗？所以成亲是一个交易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交易？我理解，各取所需。你为我洗脱了冤屈，我也应该有所付出。洗脱你的嫌疑全凭你自己，本王只是顺水推舟，没有出过什么力。而且你还救了他们，所以总的来说是萧王府欠你的。我的计策没什么用，未必有舆论对蜀王府形成围攻之势。至于我救了他们，暂时还不能这么说，他们还没脱离危险。就算他们痊愈了，那也是他们欠我的。但这种相欠，只要给过诊金就能两清了。云少渊俊美的脸庞上有微微的错愕。洛姑娘，这是救命之恩，你如能善用。我不善用这些。殿下，这话题咱过了吧，说婚事的交易。云少渊仿佛是未料到他会这么说。洛姑娘心善，让本王敬服。这一切和心善无关的，是……骆锦书摇头，不知要如何跟他解释。他的人生已经是很糟糕、很阴暗，但希望职业还可以是纯粹的。云少渊心思敏锐，感知他的有口难言，便直说来意。姑娘坦道，本王也不掩饰。本王需要你成为萧王妃，以王妃身份随本王出入皇宫，为太上皇医治病情。殿下对我的医术这么有信心，他们可都还躺在里头没有醒来呢。他们还没醒来，但是他们也没有死去。本王能听到他们微弱的气息。这么严重的伤势，姑娘能挽救他们性命至今，连居大夫都做不到。姑娘可以放心，就算你不能治好太上皇，本王也绝不怪罪。好，我应承与你假成亲，各行方便。但若有一日我要离去，还请殿下不要阻拦。在此期间，若殿下有喜欢的女子，我可让位，但到时候请殿下妥善安置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话题到此终止。里面的人便请姑娘费心，告辞。兰季去而复返。洛姑娘，殿下要为你父亲平反啊。平反？你怕是还不知道，你父亲战败是有原因的，这些以后会告诉你的。如今调查旨意还没有下来。替我多谢殿下。还有，殿下说你受伤了，特意叫我拿来居大夫调制的创伤药。或许你自己有更好的，但这也是殿下的一番心意。骆锦书接过，道谢了一句，见兰季还没有走。还有事？殿下说等他们伤势稍微好转一些，会叫府中的人去拜见你。但有句话是我出于私心想说的，希望洛姑娘不要介意。你说。如今赐婚旨意已经下来了，
而你也同意嫁给殿下。我们4大护卫中，有一人叫紫衣，她是女子，所带领卫队也全是女子。她原先是管着王府巡防内务的，因我有伤在身，此番去北周，便由她带人前去。她瞧着是很凶，也比较固执，但是心地是好的。希望你成为萧王妃之后，容她在府中，留在殿下的身边。她是殿下的意中人吗？不是，没有这样的事，只是我们以前打趣说过，来日等魏国公小姐过门之后，请殿下立她为侧妃，但这都是我们打闹时说的。王府人手调度安排，这些不用来问我啊。但她是女子，你不介意吗？她也不是一般下人侍女，且玉凡妈妈管着府中内务，和殿下的接触也会比较多。兰季，这些事情不必跟我说，我和殿下的婚事你大概也知道，只是交易一场，府中人员的去留，这些殿下安排就好，我不会过问。啊，你答应不为难他就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不主动为难任何人，但是如果有人为难我，我也不会宽容。他性情耿直，瞧着比较凶，但是他真的没有什么恶意的。总之，请你以后多包涵他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凶我，我不管；凶我了，没包容。我不受任何人的气。不受任何人的气？他不都在蜀王府受了1年多的气了吗？怎么到了萧王府就不能受气了？唉，还是去跟子怡说一声，收敛一下脾气，没得惹恼了他，被赶出外勤可就不好了。毕竟瞧着殿下似乎很重视他的样子，他说的话殿下会听的。子怡听完他的忠告，收敛什么？我又没有得罪他。魏国公小姐的事你不记得了？叫你小心点没错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我不会主动去找他，希望他不要挑我的刺儿，不然我便是李府也得先揍他一顿。你敢？她是未来的萧王妃。要不然呢？就任由他欺负吗？没说欺负你，就是叫你收敛一下脾气罢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殿下就不能娶个男人吗？乐姑娘，用膳了。这晚膳都是属下亲手做的，乐姑娘尝尝喜欢不喜欢？如果不喜欢，属下明日做别的菜式。啊，谢谢。骆锦书上前去取食盒，2颗脑袋碰在了一起。骆锦书因腿上有伤，被他脑袋一撞，站立不稳，竟是跌在了地上。子怡瞪大了眼睛，天哪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已经要用这些手段了吗？你们看着的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撞他的，我就是去拿食盒，对不对？子怡大人，先把洛姑娘扶起来啊！骆锦书却已经自己站了起来。骆锦书打开了食盒，便觉得饭菜香气扑鼻。谢谢。夜幕降临，子怡，您吩咐。蜀王府的事你能打听到吗？我想知道蜀王妃的情况。啊？您吩咐属下做事？不方便。哦，不是。子怡连忙摇头，热血顿时就涌上了脑子。啊，方便得很，您有属下办事就好。您有就好，那个属下马上就去，很快就探得消息回来。你是可以进蜀王府吗？能见到他吗？如果能见到他，看看他的情况回来告诉我。如果可以跟他说话，最好是问问他觉得哪里不舒服，然后我或许会有些药叫你送过去给他。啊，可以，属下能进蜀王府。他一拱手转身，便是纵身跃起，约莫1盏茶功夫左右，子怡就飞回来了。姑娘，蜀王妃情况不是很好，她的脸开始腐烂了，涂了好多黑色恶心的东西。我靠近她的时候，闻到她身上发臭了。我本想问问她哪里不舒服，她却担心您，一直问您的情况。疯狗在她身边吗？
疯狗？没狗啊。云静风。云静风，疯狗。对，他就是疯狗，但是那疯狗没在，知道我来了，便叫人把我赶走，所以我没来得及再问情况。沈任赶你？沈任，他都被赶出蜀王府了。挖坟的事儿他没压住，疯狗不要他。哦，沈任应该是快死了。啊，他挺可惜的。我开一些药，你能拿过去吗？就算能送过去，但估计他身边的人也不许他吃。他娘家人在呢，他娘家人对他不好。他问您的情况时，他母亲还骂了他呢。他妹妹在吗？在，拉着个脸坐在一旁，可讨人嫌了。麻烦你明日还去一趟，看看他的情况。好，知道了，属下明日一早便去。丹凤眼里闪着光芒，洛姑娘差她去办事儿，她表现好一些，应该不会再撵她出府吧？饭菜还行吗？很好吃，谢谢你。好吃就行，好吃就行。好奇怪啊，都没见他的侍女心仪出来吃过饭的。这么刻薄。紫衣蹙眉说了一句：“可能不饿吧。”都2天了，会不饿？33人。什么33人？外头有33个人。那个叫紫衣的姑娘又提着食盒来了。骆锦书想起晚膳进屋那会儿，听到外头紫衣和宋从说心仪不曾吃过饭。骆姑娘，属下备下了夜宵，您吃点吧，让您的侍女也吃点。心仪，你出去吃。我又不需要吃饭，我一会儿回系统充电就行。那你出去把食盒拿进来吧。心仪，里头情况如何啊？醒来一个，步步中箭的那个侍卫，但还是十分虚弱。真的？我进去看看他，我是他的堂兄。不能进去，我家姑娘没说你们可以进。就瞧一眼。梁大人，你如果要看，便把你堂弟带回去，但我敢保证，他离开武痕居就活不了。洛姑娘，下官没有要带他回去的意思，只想见见他。家人实在忧心。忧心也等着，心仪回来。过了半个时辰，要不请殿下过来问问吧。他不跟我们说，总会跟殿下说的。问什么？没听星移说梁度醒来了吗？既然一人有好转，另外2人也会有好转的。他医术真的很好，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醒了呀。你听气息啊，你没内力吗？你发烧很厉害，快坐下来休息。给樊妈妈和梁度继续用抗生素，防止术后感染。知道了，你歇着。他之前脚受伤了，也还给过金疮药。不知道是否能支撑。蜀王妃那事之后，他似乎一直都在忙，日夜颠倒。他真能扛事啊！要不要禀报王爷？不必了，爷情况也不好，用了金针逼聚内力，散了之后吐了好几次血。居大夫让他服药睡下了，怕是一时半会儿也醒不来。不知道姑娘是否能医治殿下呢？终于熬到了天亮，要不打开窗户，让他们在外头看一下，也是一个办法。除高大人之外，樊妈妈和梁度都已经醒来，你们可以在窗口看一眼，但不能进来。都过来这里看吧。度儿，觉得如何？师哥，我就是有点痛。粮食退后，让大家轮流去看。好了，不能看了，他们伤势还很严重的，需要留在这里继续治疗。不能让我们进去照顾吗？你们照顾了许久，太辛苦了，你们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家姑娘会跟你们说为何不能进来照顾的。
不能让你们进去照顾，是因为他们的伤势还比较严重，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治疗手段和护理方式，其中有些医术的隐秘是我不能告诉你们，但我会保证尽力而为。那就辛苦洛姑娘了，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我等在此候着，随时等待您的命令。洛姑娘，请问在下的堂弟如今是否已经无性命之忧？还需要多久才能出来啊？他情况算是3人中最好的，初步估计2天之后能出来，目前看来已经没有性命之忧。好，姑娘救命大恩，良将没齿难忘。来日姑娘若有吩咐，尽管差人支持一声便是。不存在什么大恩，回头把整件药费奉上就好。与此同时，景昌帝下了旨意，令萧王云少渊与兵部以及大理寺一同彻查白江一战。萧王府已经是火速地取出了所有的证据，证据指出洛奇北与监军魏双进达成了共识，诱敌灭之。魏双进率领10万大军退至白江口，但是战策实施之后，魏双进的援兵却是迟迟未到，甚至连粮饷后备军也不见了。没等到支援，吃了几天的野草树皮，最终还是兵败。萧王府所递交的证据桩桩件件都可查实，简直是人神共愤。大理寺当即就派人把魏双进给逮捕了。你纵是亲王之尊，却也不能问我的罪。白江一战我并未参与，且后来你出征迎战，幸得我监军有功，这才师父收地。你今日开堂审我，便是诬陷功勋，你萧王居心叵测，其心可诛。案情既已大白，灌下毒酒，对外宣畏罪自尽。你敢！云少渊，你是公报私仇，铲除异己，我定要禀报陛下，问你的罪。轻巧提着毒酒上前来，与此同时，红狼也是配合着上前来钳制他，捏住他的双颊，把毒酒给灌了进去。从被擒住到被灌酒，也不过是顷刻之间。殿下，这不妥吧？便定了死罪，也要奏请陛下，再行刑不迟。大人莫怪，本王是刑务之人，习惯速战速决，且拖得久了，也会让陛下为难，失了臣子本分。唉，那这该如何禀报陛下呀？本王说了，他自知罪责难逃，畏罪自尽了，就这么上报。陛下焉能相信呀？上官兄，这如何是好啊？陈兄，不必纠结，殿下既能在堂上要了他的性命，自然就与陛下有共识了。其实这样也好，若如今收监不杀，贵妃岂会坐视不管？回头生了变数，再杀就难了。他一己之私，害死了骆将军几万将士，就这么杀了他，真是便宜他了。没法子，魏家根基深厚，难以撼动，只有这般以快打慢，才能还骆大将军和数万将士一个公道。殿下这么做，其实也是迫不得已。这里头的事情啊，没这么简单的。若殿下不是当场杀了他，只怕收监之后就杀不成喽。宫里，魏双进竟敢延误军机，其心可诛，罪该万死。念他上知罪孽深重，悔过自尽，且贵妃侍奉皇太后有功，朕网开一面，不牵连他的家人。此案结，往后任何人不得提起。陛下皇恩浩荡。兴兰宫，云少渊，孺子之恨，杀弟之仇，本宫记下了。若不能将你迁到万寡，本宫白得陛下宠爱这些年。娘娘，那骆锦书本是婚配蜀王殿下，不过是个弃妇。如今萧王要迎娶她，日后骆锦书便是蜀王殿下的婶娘，殿下见了她还得行礼呀，殿下得多憋屈啊！魏贵妃面容冷狠，陛下已经下旨不能更改了，当一个萧王妃又能如何？一个北周来的孤女，还能翻天不成？芳儿见了她，自是不必行礼的。那也不能叫她太得意呀，娘娘可别忘记，此事全因她而起。若不是萧王为洛其北翻案，
二爷也不至于会死啊。你说的对，断不能叫他太得意了。但嫁入了皇家，往后便有他的苦头吃。本宫定会日日叫他进宫来站规矩，不折腾死他，本宫绝不罢休。娘娘，臣妇有一个主意，您看行不行得通？你说。臣妇的侄女浅儿，如今已到了待嫁之龄，她性情如何，您也是知道一些的。琴棋书画，女工贤德一概是无，终日只知习武动粗，说入贵胄家是有些困难。若能说服得了太后，把她许给萧王为侧妃，以她的性情，不必娘娘出手，定能把骆锦书治得服服帖帖。浅儿就是那个自小拜师学武，打死了几个侍女的武浅浅。哎，正是呢。我娘家也算是贵勋家族，太后定必允诺。她呀，最重面子的。萧王是她的亲生儿子，只有一个破落家族的孤女为正妃，岂不是辱了她的面子呀？您呐，只管去提，剩下的事儿便不劳您费心，自有人替您对付骆锦书。你说的对，便再不济，你那位侄女儿也定能把萧王府闹个天翻地覆。萧王若能忍着，便也就罢了；若忍不了，把你侄女休出门去，便落了刻薄绝情的名声。你娘家也可以在朝堂上参他一本。魏国公夫人见他同意了，便又继续道：娘娘，还有王爷身边是不是也该那位侧妃了？啊，王妃重伤，虽产子，但听闻说面容毁了呀，总不好再侍奉王爷。你可有什么好人选啊？其实自打王妃怀孕，本宫便想着这事儿了。一来好让凤儿身边多个人照顾，二来嘛，也让她与世家结亲，多添一股力量。您说这不是巧了吗？我嫂子前些日子啊，你娘家的人有一个嫁入萧王府就行了，莫要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哎呀，娘娘可误解臣妇的意思了。臣妇不是举荐娘家人，是臣妇嫂嫂日前与吴大学士的夫人一起吃茶，得知老夫人呐，正打算给她的孙女儿议亲。吴大学士家的孙女儿，那是很合适的，但是这些文官清流自视甚高，不太愿意与皇族结亲，更不参与党派之争。娘娘放心，只要您同意，我娘家嫂子定必尽心办妥。哼，若能办妥此事，太后那边本宫会去说的。你娘家侄女的事，包在本宫身上。魏贵妃当即便去了一趟慈宁宫。老身绝不认这个儿媳妇。当初若非你娘家悔婚，今日的萧王妃便是你的侄女，你们魏家也没一个好人。太后，臣妾娘家嫂嫂也因此事一直心怀愧疚，郁郁不欢。当日悔婚一事，实非有意为之，更非因萧王重伤，只怪臣妾的侄女贪玩，竟至落水，被侯府公子救起，有了肌肤相接，失了清白，怎还能嫁入皇家？臣妾的嫂嫂今日入宫，便为此事而来，说她娘家的侄女温婉贤淑，想说给萧王为侧妃。你可打听过那武家姑娘的性情品德是否真的一等？臣妾说了不算，但您可差人出去打听打听。那丫头刚及笄之年，没人便踏破门槛了。当真吗？岂有假的？臣妾还敢糊弄您不成？谅你也不敢。您再差人打听打听吧，定不会叫您失望。反正他的优点臣妾便不说了，等您打听回来，再自个儿高兴一番。
你快说与老身听。魏贵妃眼底倏闪过寒芒，把皇太后哄的是凤心大悦，当即便叫人拟了懿旨，把5家千金5000钱赐为萧王侧妃。云少渊从大理寺回去之后，便吐了几口血。别再催了，好使的药还没到日子，其余的对他也无多大作用，先给他服下2粒连血丹，看看能否退热。闵先生，轻巧喊了一声，情况如何？唉，高热，脉弱气微，情况不大好啊。估计他也很痛，内力散且冲乱，还会加剧他的痛楚。可输内力维持吗？先服下连血丹，能退热再说。扶起他，我灌药试试。药灌了下去，没一会儿又吐出来了，人也是昏过去了，怎么都拍不醒。要不去请洛姑娘来一趟？我如今已经没有什么法子了，药灌不下，血脉这么乱，也很难施针。怕封堵穴位之后再冲开，会导致伤情加重，便按照清窍所言，请洛姑娘过来看看。清窍，快去。清窍跑出门去，刚好太后那边派人传来了懿旨，闵先生便是带着红狼出去迎懿旨。又是一道赐婚的旨意，但是大家甚至都没有看侧妃是谁，便收下送走了宫里的人，免得殿下重伤的事情再被宫里头知道。太后的懿旨是好办的，毕竟殿下如今能够随意入宫了，等醒来之后便可婉拒此事。哎，怎么了？毛毛躁躁的。殿下不好，居大夫让我来请一下洛姑娘。怎么不好？一直高热不下，人也昏过去不知人事了。轻巧说完，上前对着骆景书拱了拱手。姑娘，还请您过去。走吧。除了高热，还出现过什么情况？吐血，为什么吐什么？伴随着鲜血吐出来。骆景书细细地检查了一番，先不说旧患，就说新症状，他应该是胃出血了。他原先服的什么药？是否特别伤胃？居大夫指着桌子上的那20余瓶药，都在那里了，您去看看。居大夫，殿下主要服用的药，您把药性和对症告诉我吧。居大夫把药取过来，一种一种的介绍给骆景书听。这止痛的药其实不能再用了，因为这药极寒且有毒，长期服用便会伤及肺腑，胃更是首当其冲受到伤害。所以您方才说胃出血，老夫一下就明白过来，是吃这药导致的。姑娘，依您的意思，如今该如何用药止血呀？我先回去武衡居看看，大约需要1炷香的功夫，等我回来再给殿下治疗。他站起来，脚下有什么东西硌了一下，他捡起打开看了一下，懿旨是写在绢布上的。闵先生知道他已经是赐婚殿下，怕他见了太后的懿旨不高兴，解释道：殿下该是不同意的，等他醒来，这懿旨大抵是要还回去的。染血了，能还吗？此事殿下自会做主，姑娘莫要担心。他是生气了吗？不知道，他什么时候高兴，什么时候生气，分辨不出来，总是这么淡淡的神情，显得高深莫测，和咱们爷一样呢。若是真的像咱们爷那般淡凉的性子，那可不好办呀。夫妻2人往后相对，可都无话可说的。我瞧瞧，侧妃是哪家姑娘？兰季也凑上去瞧了一眼，不禁脸色大变。5000钱？只怕太后并不了解5000钱，是魏贵妃撺掇的，怎么也不调查调查，便把人送到王府来啊？还是侧妃呢？闵先生，这能退回去吗？懿旨都下了，怎么退呀？岂不是连累殿下落个不孝的罪名？那正合了他们的意。那不行，不孝是大罪。不是大罪不大罪的事，而是一旦落下不孝的罪名，陛下便可以以不孝为理由，收回殿下的入宫令牌，
不许他入宫侍疾，那原先做了那么多事，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了吗？总司，既然撤了系统，要不你先治疗一下伤口吧，你额头伤了。时间不多呀，10分钟，让他启动系统自体治疗10分钟，起码把烧退了，把炎症给扼住，最好还能够睡个5分钟。你受伤了也不睡觉不休息，会猝死的。心怡，盼着点我好可以吗？回到萧前居，这么一通折腾下来呢，起码也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完事儿。洛姑娘，您想吃点什么？我叫厨房给您做。随便就好。行，那我叫厨房随便做几道。兰姬，不许乱动，停下时别动，手上扎着针呢。他们呢？出去了。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陆景书趁着他清醒，把系统监控调至静音和简单模式。头痛。他顿了顿，面容极度的隐忍。但还好，倒是高林他们如何？还算稳定。你别担心他们，你的情况也很严重的。他仿佛并不在意，说起了另外的事情。你父亲坟墓被挖，子怡去了没有阻止，因为本王另有筹谋，想把他安葬忠烈陵，这是他该有的哀荣，所以你别为此事难过。谢谢。至于你洛家的房产田铺，待本王稍好一些，会派人为你夺回。不用殿下出手，属于我的，我自己夺回。云少渊听着这倏然冰冷的声音，不禁微怔。他自己夺回？他确实是让人费解的。头很痛吗？他的声音恢复了低雅轻柔，手掌附上他的额头。烧还没有完全退，你休息一下，我给你用点止疼的，缓解一下痛处。他没有闭上眼，但是骆景书也无所谓了，反正他也看不到，便把如今的输液暂停，添了止痛的药推进去，再切换回来。殿下醒来过？现在又睡着了。好些了吗？好一点点，但具体的情况过会儿我跟你们商量商量。他说完便要关上门。不是要在门外吃的吗？能在里头吃？骆景书没回答，这话不方便解释的原因是他怕吵到云少渊，可能是因为发烧的缘故吧。他吃了几口便放在一旁。吃饭了？是的，兰姬送饭来了。陆景书走过去，见他的脸一直对着饭菜的方向，一副很想吃的样子，不禁笑道：饿了？特别想吃点重口的，你能给本王吃一口你的饭吗？就一口。你胃出血，进食进水，所以暂时不能吃，一口也不行。那你把食盒拿出去，本王闻着味道呢。声音不免就有一些哀怨了。陆景书把食盒盖起来，提到角落去搁着。你能往里头挪一下吗？我也躺一会儿。你躺上来。我困了，而且我也有点不舒服，需要躺一会儿。你不介意吧？你都不介意，本王介意什么？骆景书躺了上去。特殊时期，特殊对待。反正你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虽然是假夫妻，但是如果合适的话，楚楚也就成真夫妻了。假夫妻便是假夫妻，本王不会以此困着你。今日同床，本王也不会告知别人，不会破坏你的清誉，你尽管放心。没有女子会愿意嫁给一个双目失明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的人为妻。无所谓，真假都好，我会记得你相互知恩。睡吧。骆景书沉沉地睡过去了。等他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双腿不知道什么时候缠上了云少渊的腹部，而云少渊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仿佛睡着了一般，但是他的呼吸有些急促，是在装睡。你退烧了，我要请他们进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和接下来要做的一些治疗方案。刚才是你在说话，
睡着了，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我想请他们进来讨论一下治疗方案。好。骆景书收系统之前，扫描了一下他胃部出血的情况，已经是止住了，处理好一切。姑娘有何吩咐？居大夫睡了吗？如果没睡，去请一下居大夫吧。我跟他讨论一下治疗方案。